2024年9月，以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《大山的女儿》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。在这部电视剧热播之际，我们再次来到了黄文秀为之奋斗和牵挂的地方——百泥村。Dù chị ơi nón tè hát tờ tàu tiếng ơi đà đầy tiếng ơi xì bánh đầy đó đầy tiếng ơi xì đánh nó đi đó。 我们几步做两个衣服独步衣服。他说把上山沟给我钉了，我们说好嘛，我这样上。这是黄文秀亲手拍摄的一段视频，画面中还传来了黄文秀的笑声。村民罗美莲一直珍藏着这条视频。在黄文秀的心中，每一位村民都如同他最亲爱的家人一般，他深深关爱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他匆匆离开了我们，留下了许多未了的心愿。村里黄太生的母亲眼睛生病，看不清东西，他给我们回忆起他和黄文秀之间那段感人的往事。Đặng anh để có bớt đâu cầm chén của bây giờ nữa ở đâu là chỗ đấy có tổng sau lực là lép多了。这件事情我们后面聊天的时候才知道的。文秀书记真的把我们百泥村的村民当作亲人一样来看待。nó lấy bỏ đâu lắm, thì lấy ta bao có tao mày lấy đó, con mày tao mà bao đó。黄文秀牺牲以后，同样在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选调生黄华，跟随黄文秀的脚步来到百泥村驻村。黄华去年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，他选择从北京回到家乡百色工作。今天，他在日常走访工作中了解到了黄文秀与黄奶奶的故事。因为奶奶眼睛是看不见的，所以她平时无聊的时候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外，我觉得还是挺可怜的。然后之前文秀书记给她送了一个收音机，供她在平日里消遣，但现在这个收音机已经找不见了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延续文秀书记的爱心，再给奶奶买一个新的收音机。哎，给你送个收音机。平时坐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多听一点，有声音。谢谢喽。平时可以拿着在外面听。在黄文秀的扶贫日记中，他曾提到希望百泥村老有所养，幼有所教。在百泥村建一所公办幼儿园是他未尽的心愿之一。就是文秀书记刚到百泥村的时候，这里的交通条件极差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。黄文秀牺牲后，乐业县委县政府决定创建一所以黄文秀名字命名的幼儿园——文秀幼儿园。2021年9月，文秀幼儿园正式开学，首批接收了100多名幼儿。当时接到调令的时候，心里边是既激动又担心。激动是说自己能有幸来到文秀书记生前奋斗过的地方。文秀书记刚逝世的时候他是30岁，我接到调令那一年正好我也是30岁嘛，就冥冥之中有一种牵引，让我来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。
因为有了文秀书记，我们百泥村才有这个幼儿园，小孩才能够在我们百泥村这个村里面读书，也是家门口上学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方便的。如今的百泥村，老有所养，幼有所教，实现了黄文秀未了的心愿。老人的赡养和儿童的教育问题解决了，但是村民的出行和农产品的运输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出行难，卖果更难。村民很多水果烂在地里都不愿意拉出去卖，因为运费都比水果贵。群众发展家庭产业十分困难。群众收获的季节的时候，就是靠天吃饭，天气一不好，一年的收成就没有。所以群众种出来了，管出来了，果也很好，就是卖不出。期盼的就是能走上一条硬化路。为了让百泥村尽快脱贫，黄文秀积极向上级反映，并大力宣传党的惠农政策，鼓励群众把产业管好，跟群众保证一定会争取解决道路问题，给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我们这条文秀产业路是在文秀书记在的时候帮我们争取的硬化，但是还没实施，是在文秀书记4季以后19年底实施了全面硬化。夜幕降临，一辆大货车开进了百泥村，停到了村民家门口。以前那个路太小了嘛，现在交通方便了，我们就种多一点那样嘛。他们收的也很方便，我们卖也很方便。今年刚开始，因为这里的八角比较多，然后黄文秀他在这里开发，然后不是把这些都村民们把这些路啊搞得挺好的，然后我们来这里也给他们带来了比较方便，他们也不用那么辛苦的把货运出去外面。村民搬桶帽以前是贫困户，到了收果季节，大车进不来，只能靠人背。很多村民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些果园。为鼓励大家积极种果，黄文秀还经常帮大家背果下山。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广为流传。文秀书记到了以后，了解这个情况以后，就多次的找到我，来鼓励我们，让我带领大家来重新把这个果园管起来。说心里话，当时我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我是被他的工作所感动，所以答应了他。黄文秀请来技术员给村民传授砂糖橘管护技术，还联系外地客商前来收购，产量提高了，销路扩大了，果农信心也增加了。如今百泥村的产业路也拓宽了，几十吨的大货车可以直接开到果园。这条产业路既是百泥村的产业路，也是百泥村的通屯路，更是百泥村的致富路。所以路一修好，我们产品顺利卖出去，变成钱，群众收入增加。通过这些产业，每家都有个几万到10多万不等的收入，这些都是我们之前都不敢想的，现在都实现了。这也是文秀书记来到我们的村以后，一心想帮我们完成了，现在终于实现了，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。围绕22公里产业路，砂糖橘、八角、山茶油等多种产业齐发展，给百泥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让百泥村的村民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如今的百泥村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旅游产业蓬勃兴起，其中有一个美丽的花海也跟黄文秀有关。我记得黄文秀生前跟我说过，能不能在农闲空闲的时候种花或者种菜上去。自从他牺牲以后，我一直把这个事放在心里，也是他的一种遗愿吧。我们把他的名字为命名，叫做秀美花海，同时也是对他一种怀念现在百泥村
不单单只是道路，整个村子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特别是像我们农村，像我们这把年纪，家家户户都能开上这个小机车。之前是不敢想的，但是我们都实现。我觉得我作为在百宁驻村的选调生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，我有义务去传承文秀书记的优秀品质，并且在他先进事迹的指导下，为百宁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如今的百宁村充满了欢声笑语，美丽的百宁村变成了黄文秀心中的样子。是他们接力走过黄文秀走过的路，是他们一一实现黄文秀未了的心愿。种子萌芽，贫瘠的土地上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，只因他们献上了年华，原是一束火把，一生如山下，每份热都是报答，始终坚定的步伐，站在山顶看那绿水间的一砖一瓦，每个人永岁月换无价，是因为有人选择了留下。